好，来，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来到垦丁呢，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开箱，好不好？特别把整台荧幕呢搬下来的。民宿明明就有电视，而且这么大一台，我还是把它搬来开箱的。工作不能忘，度假不能少。这个就是我们养家的原则。那接下来开箱的这一台呢是小米的电竞萤幕啦，主要会买它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的价格只需要7000多块。当然，详细的价格呢，它的官网啦或者是直营店啊，应该都有写，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其实因为它3AB 出的萤幕，我自己就蛮好奇的，因为它的价格真的不是很高，可是评价却很好。既然它这次呢都出电竞的，所以我就想说把它买来开箱一下。所以我连 PS5 连 Switch 主机呢全部都把它背来，包含 RGA Line 也给大家看一下它在 PC 上面的表现。假设是宽屏幕的，应该会有蛮不错的感受。然后再来是这个萤幕，因为我在搬上车的时候有发现到它的重量其实蛮轻的。那以34寸的萤幕来讲呢，这个重量好像有稍微的轻了一点。不过我在想，应该是它的设计比较简约，所以才会比较轻。等一下重点啊，全部就是会打开来组装上去玩给大家看。这台啊是小米的，不会念 Gaming Monitor G34WQI。那它的话呢，应该就是34寸，而且是有做一个曲面的萤幕。下面这里有写啊，它是3440×1440的解析度，然后也有最快1毫秒跟180的更新率。这180的更新率来就是要电脑才有办法用的，因为我记得没有错的话，这台是没有 HDMI 2.1，所以120是用不到的，在 PS5、Xbox、Series X、X 都一样。那有1500R 的曲面，以1500R 来讲呢，应该是不到太曲，但是应该也是有一个弧度的，感受得出来就对了。你看民宿开箱多困难，没有刀片只能用钥匙了。好，我们还是一样，有钥匙能开就好，好好的把它给开箱组装起来。哇，曲面的保丽龙啊，这个割起来。这个1500曲度的 R 角应该不便宜吧？曲面保丽龙要记得留下来，不是因为它贵啦，是因为你要留下来的时候呢，在组装的时候啊，才会刚好有一个弧度的保丽龙，可以让你靠着，好的把脚架给装上去。完蛋了，一切都非常的困难，我们要把它拿出来。等一下，我想到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可不可以一开，然后就啪就打下去？直接买单。好，说明书的部分这边一小张，它的说明书怎么好像有撕过，感觉有一点点卷起来。好，重点是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啦，反正就是有一些组装说明之类的，好不好？这个组装我们这种老手的不用，好，靠自己来。这边有什么？这应该是脚架，后面的支臂这一根的话，哇，这个带在车上应该不用跟大家解释说我是去打棒球的。因为你就是一个山西人嘛，山西人带一只在身上应该很自然、很正常才对。其实重量不是说到很重，因为它做的比较薄一点、比较圆一点。不过这一块是后面是塑胶盖，前面是金属的，所以它还是有一点点的重量啊。那后面这个支架呢，它是做成有点像镜面的。哇，插头的部分也太小了吧！它这一组插头看起来就很像那一种在充 Steam Deck之类的那种充电插头，这边的话是还有一组 HDMI 线，不过因为我自己有带，所以就不需要。然后有一只小小的6角螺丝、6角扳手，然后跟4个小螺丝，先摆旁边。接着啊是萤幕的部分它这边其实还有一个底座啦，底座有稍微重一点点的，因为这个重量就拿起来是蛮有感的，而且是只有一片而已。但因为这个是放在下面的，所以要重一点点是很有必要的它就是一片纯铁片的，这片应该是里面最重的吧。背面有粘一些固定的防滑胶条，然后这里有6个洞，上面这里有一根，要小心。这个保丽龙我们先旁边休息，接着就萤幕了。这里还有一些检验，这不用。好，屏幕的部分就这样。它后面呢有一些锁孔之类的。那再来是它是曲面的，其实我觉得1500R 好像没有到很曲，但是也很曲的。因为我自己呢用的曲面萤幕是稍微少了一点点。那哪边是上面？好，这边应该就是上面的。OK， 它其实很简单，这边就一个扣的，你只要把整个这2个上面往上勾好之后，然后往下咔嚓好了，就这样搞定了，就这样搞定了。
太快了吧，好让人没有成就感哦。把底盘给锁上去，它其实靠上来之后就蛮简单的，因为都有防呆的那个口位。那总共4颗螺丝，你就锁完之后，萤幕就组完了。重要的一刻来了，我们把它直接拿出来，这个放上去。好，我们的曲面萤幕就这样子大功告成，直接把它衣服给脱了。我们来看一下庐山正面幕，其实我觉得蛮曲的它比我想象的还曲萤幕的边边其实看起来蛮窄的，然后这个胶条啊，现在把它两边吃掉了，然后看起来是比较好看一点。其实这个曲度啊，我觉得应该也算 OK 的啦，因为1500R 的话，大概是比较居于中间。1000R 的话呢，会再更弯，不过可能会用在更大一点的萤幕。但因为我自己比较少用曲面，加上它是宽萤幕的比例啊，所以这个曲度我觉得还算不错，就微微的曲在你面前，微微的有个包覆感。那加上因为这种宽的萤幕啊，看起来就是左右两边会多一点。那下面这里有个小米的字样，其实整台蛮简洁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哦。坐在4个角落，就这样子，小小简简单单。下面这里的话，这个铁板啊，看起来其实存在感还不错啦。不过这个大小，我觉得是要有一点点重量，你在支撑萤幕会比较稳固一点。那边的话，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一个小米34，代表是小米的电竞萤幕，然后34寸的大小。整个骨架其实我觉得用起来还蛮简单的，就是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左右微调，有没有？它这个微调的角度，其实蛮大的，这个可以转的角度非常的大的。然后啊，也可以上下，就是让萤幕呢做这样子的一个上下调整。当然，因为它这个没有办法做直立的，所以你的萤幕是没有办法做旋转。这个应该是不行啦，因为我看它这边有一点点缝，可是应该是不行的，因为它这么大，一转就撞到了，不是属于那种可以转的。下面这个洞啊，我觉得应该是属于极限槽的地方，让你的线呢可以从这个洞往后面走，比较整洁一点。但是我觉得真的还好，因为你如果要用那种收线的方式啊，有一些卷的那种塑胶东西，把它卷一捆线在一起的，可能也是不错。那这块就是看个人的美观了。下面这里有 IR port， 等一下我们再讲。旁边这里呢有一个，它是多方向的一个按键，这个也是包含开关都把它做在这边的。后面的 IR port 啊有一个 3.5mm 的耳机接口，跟2个 DP 接口，还有2个 HDMI 接口。一个是电源接口，其实我觉得蛮简单的，它没有 USB， 也没有 HDMI 2.1，但是这样子的设备呢，还是可以让你接个至少2台游戏机跟电脑，而且你电脑要接到2台也是 OK 的。假设你的周边配备有比较多资源 DP 的，那这里的话是有2个孔可以用。OK， 那现在呢，我们全部都 setting 好了，全部的线路，然后2台主机，后面的线搭自动马赛克，你们不要看。整个接好之后呢，大概就是像这样。我们来开机一下好了。后面有一个小按钮，点下去，开了，现在有 HDMI 的讯号。结果现在它预设的状态，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因为它帮我把它拉宽了，是不是可以让它不要这么宽？好，它现在这边呢有显示出一些60赫兹的更新率啦，然后还有一些灰阶啦、HDR 开关啦。那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看得到，然后我把它调成中文的选单，所以每一个都可以看得蛮清楚的。接着这里还有一个视窗设定，它有单视窗啊、左右分萤幕之类的，这些都可以调，有子母画面，所以可以同时2个就对了。我们来左右分萤幕试试看好了，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再插一个 Switch 什么之类的？这个蛮特别的，不过它左右分，当然它2边都 PS5， 而且它自动帮我把它压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又变窄了，所有的字啊、画面的比例啊，全部都变窄了。不对啊，这不对，这样子萤幕的比例不太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再调一下。视窗设定的左右，这里可以调整视窗1跟视窗2的输入源，还有音源的设定。那下面呢，功能表也有，可是我觉得它这样子拉宽了，我看起来不是很舒服是不是应该可以调整一下整体的比例才对？好，我找到了它的系统，这边有个画面比例，原本是全萤幕的，我应该可以调成自动，它应该会依照不同的来源呢，就去做一个切换。那有很多萤幕的厂商啦，可能在做一些合作案子的时候啊，他们会觉得这样子黑边不是很好看。老实说，我觉得这就是很正常，因为我们的 PS5 啦、Switch 啦，它本身是没有支援到这种宽萤幕的，所以2边留一个黑边，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可是这个你接电脑就不一样咯，你只要接 Windows 系统啦，或者是接像 Mac 系统的笔电或者是电脑的话，
它就是有支援到这种比较宽的解析度，所以你可以去做更多的解析度调整，让它符合这一块荧幕啊，可以做到最大解析。所以你在玩家机，一般来说就是会变这样，两边有黑边，它的比例才是最正常的。它这边有一个音量可以调节啦，但是应该就是要用3.5mm那个去外接一个喇叭才有办法把音量给放出来。本身荧幕的本体啊是没有内建喇叭，所以我们现在在用 PS5啊，这样在动，它是没有任何声音的。啊，我的音量是50%哦，可是我觉得也 OK， 因为内建的说实在的，声音就是堪用。再讲难听一点的话，就是有声音，很保守了吧？但是没办法，荧幕内建的大部分就这样，除非他今天有强调说啊，可能荧幕内建的喇叭呢是有做过一些调教，然后有特别加强的那种荧幕的内建喇叭，我觉得就会算比较不错啊。不然你在玩 PS5 这些这么高画质、这么高音质的游戏，假设你今天是用内建喇叭玩，我是觉得啦，稍显辛苦。它的显示比例啊是21:9，所以配上 PS5 这种16:9的画面呢，你就会看到两边留黑，这个很正常，这真的是非常正常。这不是说荧幕有问题，或者说不好看还是怎么样的，而是说你的游戏其实这样子啊，比例才是对的啊，不然你把它放到宽之后，其实整个人就变胖而已。它并不是说把它调整成很合适的状态。我是觉得这样子是 OK 的，因为你看哦，我现在看这些文字啊，然后做这些东西，其实都蛮 OK 的。那当然这个帧数是60，可是我觉得帧数60也蛮不错的啦，就是有基本的标准。啊，接电脑一定是会有比较不一样的表现。我们来找个人打一下好了。其实我觉得这个画面是雾面的，我个人是蛮喜欢的，因为雾面的其实在保养起来是蛮好的，哇，舒服。2刀再见哦！不要小看我的这一把猎犬长牙，好不好？可是有认真去拿这个猎犬长牙把它给加5而已啦，还没有到加高，还是加6。我来看一下好了，啊，加6嘞！哎，我不小心加6了，我都忘记我加6了。啊，目标是给它加个9，加个10，加个11，加个12，加个13，加个14，加个15。好啦，随便啦，越高越好嘛。我们好好的把它加到更高，才可以挑战更多后面的 BOSS。哦，那当然，因为我在追那个黄金树幽影，所以我还需要再更努力一点哦。之前的这个进度真的是稍微的少了一点。那这边的话，其实已经到王城这里吧。我觉得这一块的很多都有陷阱你突然进去了就哇，一场大战来了，然后就要很认真去打。好，这边还有鸡鸭牛羊。好了，重点是画面，我觉得画面以目前为止这样来看，我都没有做什么认真的其他调教哦。我现在回去看一下，我们确认一下。好，这个专业功能我有开 HDR， 然后你开了 HDR， 我不知道为什么游戏模式它不见了，好像是把它关掉了。然后这边都是很正常的，啊，下面这里更新率也都是很正常的，HDR 开了，它可能上面那个游戏模式就会自动跳掉，因为 HDR 也许就是一个它的模式啦。我发现到我开完之后，上面的东西就不能再调。但是我觉得这个画面是很 OK 的，亮度也没有特别把它加大啦，或者对比也没有加大啦，这个颜色看起来是很漂亮的哦，这个感觉非常不错，而且重点是它7000多块，我真的是觉得7000多块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34寸，然后又是宽萤幕比例的，还是蛮舒服的啦。而且因为你要接电脑，然后又要接一些 PS5 啦、Switch 来玩的话，还算蛮不错的。那宽萤幕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假设你接电脑啊。我自己的习惯是，可能一边我会摆类似游戏啦，或者一边是摆一些影片啦，或者是其他东西，一边可能会有一些网页什么的。你就是两边可以摆更多的东西，甚至你可以一边打稿啊，旁边有网页给你查资料啊，这边一边就放稿，就是你的 Word 啦，或者是什么记事本之类的啦，你这样子在打稿就看起来会更加方便。左右看都可以一目了然，整个荧幕的品质真的看起来是不错。虽然说有留黑边，好像会有一点点不太舒服，可是我现在可以开一下它的比例给各位看。假设我现在是开全萤幕好了，我们回到系统这边，一样把整个画面比例开成全萤幕的。大家看人物就是稍微变胖一点，有没有？字体也会左右稍微拉宽。那这个我是觉得看习惯啦，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啊，我拉稍微胖一点点没关系，这样子没有黑边看起来舒服爽快。但实际上，因为它，我自己个人是觉得，我还是习惯看原本的这个比例，所以呢，是我的话，我还是会主动把它开回这样子。
因为你看起来人物就比较正常，而且字体啊方方正正，反正就是它游戏怎么设计给我，我就觉得我就这样看就好。这个就是我比较喜欢的比例。那我觉得左右两边有黑没有关系，真的没有关系，因为等一下我们也会用 Windows 系统的东西插给大家看。那左右两边呢，你把整个比例调对了，它就不会留白了，就不会变黑边了。我直接换 Switch 了，然后它两个呢是接不同的 HDMI， 不过它会自动侦测 HDMI 的讯号，所以现在就直接跳到 Switch 这边来。然后我的轩辕剑机在打 BOSS， 等一下，怎么突然就进 BOSS 战了？哎呦喂啊！等一下，我怎么突然就进 BOSS 战了？我记得好像，反正我在打这个打到一半，我要出门了，所以我就把它直接休眠了。好，重点来了，我先打一下好了。好啊，这个画面的部分，因为它是 Switch 版本的轩辕剑7，老实说画面真的是比较普通。不过各位可以看这个颜色的对比，然后跟整体的反应，我是觉得还算蛮不错的。好，我先打它，等一下没打到。哇，可恶，吃亏了我，少打一发。原本我是在讲还是没打赢，结果我发现到后面它有一圈电竞灯，它也太低调了吧，我几乎是看不到不过如果说你是贴墙，然后比较暗一点的环境，应该是会在墙上反射，这真的太低调了啦，我看不到它有亮一圈灯光在这边。好，各位，我现在呢是开了 A Light 把它接上来，然后你们可以看整个萤幕比例呢，目前是这样。现在把它调成3440乘以1440啊，整个比例就满了。然后在我的掌机上面啊，其实它就会变成上下留黑边。这一块萤幕呢，它其实也是16:9的，所以如果你用1920乘以1080的话，它是一块可以跑120赫兹的萤幕。我是说这一个，但是如果你现在是用电脑接在这一块上面啊。用3440乘以1440就是它的最高解析度，看起来的样子呢就会变成这样。然后这个小米的萤幕最高就可以跑到180赫兹，那我觉得这更新力应该是蛮强的啦，而且再玩一些赛车游戏舒服程度应该是会提升的。在它跑的同时呢，这边也顺便先跟大家讲一些规格的部分，因为它一样有 FreeSync Premium 的一些防破图的技术啦，然后 DCI-P3 的话应该是95%，sRGB 的话是100%。所以它的颜色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那目前为止虽然说用的时间不是说到超长，可是有几点是我觉得它蛮不错的特色。第一个是价格，我觉得34寸以这个规格来讲的话，7000块出头好像不是到太贵，所以我觉得是蛮 OK 的。那再来是我喜欢的就是这种雾面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其实用了蛮多萤幕啦，或者是蛮多笔电雾面的好处就是清洁起来比较简单，那上面可能会有一些灰尘的粘附，自己就稍微注意一下，把它偶尔清一清、吹一吹这样子。这边给大家稍微看一下曲度的部分，因为我觉得其实它的曲度我觉得 OK 了啦，以34寸这样1500R 的曲度呢是蛮漂亮的。因为我是坐比较远一点去玩这个家机游戏，所以老实讲，我自己在看这个曲度的饱腹感呢，没有到那么的强烈。但是因为它本身是宽萤幕21:9的，所以你在看左右两边呢，还是会需要让眼球转动一下，不会到全部就一目了然。那我觉得这有时候有一个爽度，就像你去看那种剧目电影，然后大概坐在中间的位置你需要去搜寻萤幕上的东西，需要稍微看一下，也是不错的一种体验。现在这样我把它稍微的微微的往上这样扬起来看我的感觉其实整个颜色会更饱和一点，而且整个更漂亮。因为现在我是让它面对我更直的面对我，更直接的面对我，因为刚才是稍微有点往下，这样子看起来其实真的。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哇，你看这画面，好爽现在这个是用 ROG A Lite 我跟各位讲，这是用 ROG A Lite 直接接在里面，而且我没有接它的外接显卡，就是 A Lite 本身在跑，然后我是握着 A Lite， 你看现在有没有像在玩 Wii U 的感觉？小画面对大画面，然后它整个是配合这个萤幕的宽萤幕尺寸，它是使用3440乘以1440，帅呢！哇，这飙起来舒服而已啦，真的这叫技术，飙法拉利的技术真实的世界不敢飙里面的你看撞到也不心疼，是不是？但是我觉得整个很赞呢，就是你玩到支援它的电脑游戏支援这种解析度的电脑游戏，其实这种宽萤幕的这个开下去，你看左右再看本来是看不到这些多出来的东西，但是它会让你看的真的是更光，因为这一种是有支援的游戏，所以它不是用单纯拉胖拉宽。它就是标准的，让你可以整个视野变宽，所以很多人其实玩赛车会习惯接个什么3萤幕之类的。那个3萤幕在玩赛车真的很舒服啦，因为你可以看到旁边的照后镜它一样照出来的车子
整个不同的角度哦，非常的明确。那这个的话也是，你看它的宽荧幕就是会让你看得到更多的画面视野。然后像你在玩什么 low 啦，或者在玩一些有资源的一些射击游戏啦，其实左右两边也可以让你看得更光。所以老实说，会有点偷作弊的嫌疑。假设你跟16:9的玩家在玩呢，你可以事先看到左右两边更远的一个视野。我刚才被闪灯了，哦，你看这样，哇，其实很舒服我喜欢，我真的喜欢，就是玩这种赛车游戏，我喜欢宽荧幕的感觉，我超级喜欢这种宽荧幕的感觉。但是玩这种就是电脑游戏才有办法去调到。哎呀，我来这台威根的旁边呢，对吧？小车的旁边呢，我们继续出发。你看这样子玩，其实还蛮顺的，这种跑起来的感觉，好不好？这个跟一般的大荧幕的感受啦，真的是不太一样，因为它左右两边宽出来的东西，就是视野看得比较远。那当然，因为这种游戏其实你就是主要看中间赛道而已，所以左右两边呢好像没有差，可是你的视野就是比较符合人类的眼睛，因为人类眼睛其实大概可以看到130度左右，所以你的左右两边是有余光在看的。其实呢，你在玩游戏，假设是早期用4:3那一种的在看，有没有？左右两边看起来其实是不太符合我们人眼的比例。好，这个样子有没有像王美在介绍东西的感觉？有。好啦，那这个萤幕呢，其实我这样短期间用了之后，真的觉得是还蛮不错的。不过因为小米的萤幕其实之前就有出过一些文书型跟电竞型的，然后是16:9的大小，价格呢比这一组再便宜一点点。当时其实在推出的时候就有很多人用，反应也都不错。那我这次呢看到这个宽萤幕，我就想说直接就给他买来用用看，因为刚好呢，妙妙本身在作业的时候，他就会需要开一堆 Excel Word 网页什么的一大堆。然后这边一定要先抱怨一下，因为女生真的要注意，每次呢网页真的都开超多的，记得关掉，不然很刺激一题。因为有时候我在妙妙的电脑帮他点那个网页，他跟我说，你帮我点一下那个什么什么网页一下，然后就点下去，哇，唰，好像进到一个时光隧道一样，超级多网页的，大概20个以上吧，完全都不关。然后其实有一些东西是之前就已经查完的资讯了，他也没有关掉，就是站在那边吃电脑的记忆体，这个一定要记得关掉，好不好？才不会占用你电脑记忆体，导致你的电脑呢会变得很慢，很没有效率。那这样子的萤幕呢，其实如果说你要用起来，像这样子是超宽的比例嘛，你旁边要放个 Word， 然后放个 Excel， 再放个网页也是非常 OK， 所以你就不用说我要在打字的时候一直要频繁的切来切去，然后要复制贴上的时候也要频繁的切来切去。我觉得这个是在宽萤幕作业的部分很好用的。当然如果说你有在剪辑影片的话，这个轨道这么长也会比较好剪，就你可以同时看到更多轨。打游戏也不用讲啦，因为打游戏如果你是玩电脑的PC game， 你知道有接到符合这样子的萤幕比例的话，基本上你看这样子真的是舒服而已。而且你在玩一些MOBA 游戏，或者是你在玩一些枪战的，这个可以多看到。你想一下，假设你的视角是这样两边遮掉，只有这边最多看到这边敌人就刚好站在这边怎么办？这时候有这种电脑这种比例的，是不是就吃香一点的，对不对？今天拍摄开箱的方式啦，算是比较 free 一点点，对吧？工作狂，该度假还是要工作，好不好？外面下雨了，然后我们要去玩水了，但是照玩不误，反正都玩水都要湿了，出发！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希望我的影片记得在下面点喜欢并分享，也不要记得我的 YouTube 频道，追踪我的 IGFB，下次影片见，拜拜。穿着泳衣在玩。